木材的破裂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人。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弯曲木头的6种方法。我们要制作曲木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有门槛比较高的，也有门槛比较低的做法。每种方法都有它的优缺点，以及它可以弯曲到什么程度，它可以弯多厚、多宽，都不一样。我今天示范的都是我们这种小型工作室，或许我们 DIY 的朋友有办法操作的方式。如果是那种比较专业的家具制造厂，专门做曲木家具的，他们使用的高周波加热法，那种方法就不是我们这种平凡老百姓有办法去做的。现在就看我操作一遍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来分析这6种方法的优缺点，还有必须注意什么。大家要记得看到最后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觉得它对你很有帮助，也别吝啬给个赞。在这影片的底下回应我，或是帮我分享，这样对我频道的成长会很有帮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木材的破裂声。
would give anything to hold you now. In colored dreams, I see a dark green line. I still remember every sleepless night. But in your arms, I sleep like a baby. Come home tight. 这两个是我使用蒸汽加热法做出的曲目。蒸汽加热法它需要准备的器材比较多它需要一个蒸箱，需要一个蒸汽机，它的花费会比较高一点，可是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。操作方式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容易，然后也比较省材料，可是它的蒸煮时间要非常的长。这个宽度 3.2、厚度 1.3 的块木条，我蒸了1个多小时它就可以顺利弯出来。这个 3.2 厚度2公分的块木条，蒸了接近2个小时，我才有办法弯成功。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个 3.2 公分宽，然后厚度 3.5 公分的木条，我那个就失败了。我大概蒸了3个小时，我弯下去它还是断了，所以我估计它蒸的时间可能要到4-5个小时，我才有可能成功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这样夹在夹页上，我们需要维持多久它才会定型？依照文献上是说，至少要放置4-5个小时。我现在如果把它打开的话，它可能会稍微有点回弹。实际上需要多久它能完全定型，或者是说它一定会回弹，这我并不清楚。有兴趣的朋友要自己去测试。现在我就直接把它打开，让同学看一下它回弹程度会到哪里。现在它这个弹开的量还蛮多的。再来看这个薄的状况怎样。这个回弹的量也差不多。我这个大概夹了4个小时左右，它还是没有办法维持住这个弧度。好，现在我就先把它夹回去。我们要使用这种方法，必须买一台蒸汽机。有兴趣购买的朋友，就在我放的美国亚马逊的网站去购买就可以了。我上一部片发布之后，也有人在问，我可以使用蒸笼或者其他设备来代替蒸汽机吗？的确是可以的。我有看过有人用水壶，接一个管子接在我们蒸汽机，或者使用大蒸笼来蒸都可以。差别就是在方便性了。如果使用蒸笼或水壶，它就必须要生火；使用蒸汽机的话，我们就只要插电就可以了，这样会方便很多。这个是第2种方法，这是木皮击沉法，它是使用薄木片配合模具去做弯折的动作，然后靠胶的粘合性来把它做定型。我们如果要弯出这么厚的木头，我这个击沉木条厚度是 3.1 公分，如果我们使用蒸煮法，要弯这么厚的木头，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，可能要蒸个4-5个小时，你可能会经过非常多次的失败，你才有办法弯到那么厚的木材。木皮击沉法算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，它的优点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高，缺点是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。像我这个还用比较厚的木条，我这个是使用2至3 mm 的木片去粘合，所以它实际上大概只需要10多条就可以弯出来。因为我使用的木种是日本块木，它算比较软木头所以它在2 mm 跟3 mm 的时候，它的弹性就已经非常好就很好弯。如果使用像白橡、橙木那种比较硬的木头，如果是2 mm 跟3 mm 可能会弯不动，这种弧度可能会断掉。变成说我如果使用比较硬的木头，它的厚度就要减少。假设它的厚度要减到1 mm， 我如果要粘到3公分那么厚，我必须要30多片，就会很耗材料，而且很麻烦。之前我有用过 0.5 公分的木皮，去把它粘成 1.8 公分的椅面。你可以算一下，这样需要几片？总共要36片。所以它的用量就非常多。我们越宽的弓箭，还有我们的弯曲度越大，它的木皮相对就要比较薄，才弯得过去。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绝对值，我们要根据我们要做的物件来选择需要的厚度。因为我们弯曲的这一面，它都必须是直纹嘛。直纹相粘的话，我们如果粘得牢的话，密合度够，它其实是看不太出来它是用粘合的。至少就外行人来说，一定是看不出来的。木皮击沉法它也不会有回弹的问题。它浇干燥后，它就完全定型了。第3个是熨斗加热法。这个做法的难度比较高一点，我个人觉得比较难拿捏。可是它需要的设备非常少。它只需要模具，还有熨斗，就可以制作曲目。
哦，这个大概是我3个小时前制作的。我现在松开，它也是有点回弹，它回弹量跟刚刚那个蒸汽法其实差不多。好，我现在把这个铝箔拆开。我们如果使用熨斗制作曲木，哦，至少要泡1天的水，但这木头里面充满水分，这样我们在熨斗熨的时候，它才不会破坏这木头。哦，它可能会烧焦，然后木头会脆化。哦，像这个就是我没有泡水，我熨斗熨了之后就直接弯。哦，它就直接裂开了。哦，它这个木头表面就变得非常干。另外，我们用熨斗熨的时间要掌控得非常好，我们不可以熨到说这个木头里面的水分都完全蒸发。如果完全蒸发了，我们一折它也是直接断掉。我就会跟刚刚这个的状况一样。以这个宽度3.1、厚度1.7的块木条，我大概熨的时间是7分钟。哦，7分钟它就可以弯出这种造型。另外，我有几个大概熨到15分钟才去弯，哦，它就已经有点太干燥，哦，它就直接断掉了，哦，所以它掌控的时间要比较精确一点。我个人认为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一点，我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才有办法成功。哦，依照我1天实验下来，我觉得我们泡水的时间可能要拉长一点，可能要泡个2-3天。虽然它投资的成本不高，不过我不太建议使用这种方法，哦，它的失败率其实蛮高的。哦，第4种是切钩法。哦，我们使用圆锯机或是切钩机，哦，一刀，我把大部分的木条纤维给切断，哦，只保留最外侧一层，哦，这样它每一个锯路都有个空隙，然后外侧这一层又很薄的话，哦，它就有办法直接去做弯曲。这种做法成功率算很高，哦，可是这边会有很严重的瑕疵，所以这边必须再去贴皮，哦，把这个孔给封起来。它的强度也很弱，我们制作家具比较少使用这种方法制作。哦，因为它美观性很差，哦，结构又差。可是如果是装潢木工的话，哦，这种做法就很常见。装潢如果要制作有曲度的造型，我就会使用木芯板制作，它可以制作非常大片的弯曲板。木工装潢完成之后都必须再贴皮，哦，所以到时候都会封住。所以这种方案比较适合用在装潢木工上面。哦，第5个是直接泡水，大概泡水泡个半天，哦，它就可以做弯曲。哦，不过它的局限性比较多。哦，它只能使用比较薄的木材，哦，如果厚度稍微厚一点，哦，就没有办法。我这个5 mm 厚的块木片，它弯的程度就很大。哦，如果使用比较硬的木头，那可能厚度就要减少。泡水弯好之后，我们就放在模板上去做定型。比较注意的是，因为它泡完水很湿嘛，哦，你不可以这个时候就要把好几片木材，哦，在它含水率那么高的状况下，想把它粘起来，哦，这是没办法的，哦，它会脱胶。所以你必须放在模具上，把它做定型，哦，全部定完型干燥之后，我们再把它粘在一起，哦，这样才有办法成功。第6个是锯切法，直接使用曲线锯或者带锯机，哦，做圆弧的切割，哦，这种方法非常容易，哦，可是它有很大的限制，哦，这个限制是来自于木头的纹路。它只能制作比较小幅度的弯曲，哦，如果要使用这种做法制作那么大幅度的弯曲，哦，它在这个位置，哦，就会直接断掉，哦，基本上没有强度可言。我用这块木头来跟大家说明，因为木头纹路通常我们是这样取嘛，取直纹。如果木条我要做这样子的弯曲，哦，它会在这个地方，这里，全部都是非常脆弱的点。哦，这个方向它一折就断了。我用这个小木片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大家印象中是不是有看过跆拳道表演？哦，手劈木板，哦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哦，其实这个是利用木纹特性。像这一块木板的木头纹路是这样的。如果那个拿木板的助手，哦，他是这样子拿，哦，那个表演者一定没有办法把这个木板给踢破。哦，断的可能是那个表演者，哦，他的手可能会骨折，因为这个像的木纹强度是非常好的。哦，这个是木头很重要一个特性。我现在如果徒手要把它折断，哦，这个只有4 mm， 我要折都折不断。可是我如果转个向，一般它就断了。哦，因为它木头纤维是这样子生长，哦，所以这个像是非常脆弱的。好，再回到这块木板，所以这几个点，哦，都是非常脆弱的。哦，所以锯切法它的限制就非常多，曲度如果太大的话，哦，就没有办法，我就只能制作这种小幅度的曲木。哦，以上就是6种制作曲木的方法。哦，至于你要问哪个方法好，哦，我只能说，哦，没有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好的。
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，还有他们的优势，你必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方法。这一部片书很有趣，以上就是我今天要教各位的6种方法。在这里我也为自己打个广告，我制作的木工线上课程已经开始贩售，对学习木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我的课程，我会由浅至深的一步步带你进入木工的世界，教你做出属于自己的家具。想了解这个线上课程到底在教什么，请点击上面的连结，或者是资讯栏的连结。然后最重要的，如果你喜欢这部片，别忘了帮我分享、点赞、回应，可以让我的影片越做越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